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分享。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我想很多人都很有感的话题——情绪稳定。很多人会觉得这好像是一种天赋，但你知道吗？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可以透过练习学会的技能。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就是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总是那么平静、情绪稳定的人，他们是天生就这样吗？还是说他们就是比较幸运，所以才能够处变不惊？但你知道吗？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其实答案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真正的秘诀根本就不在于去控制或是压抑我们的情绪，真正的关键是在于我们能不能训练我们的大脑去看穿自己脑子里的想法。说穿了，那些情绪稳定的人，他们只是比我们更快看穿自己在想什么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深入看看。今天我们的分享会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我们先来聊聊情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接着，我们会学一个核心技能，叫做心理弹性。然后呢，我会给你一个超级实用的工具，叫做3步骤情绪重设法。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练习，帮助我们成为自己情绪的观察者。对了，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温柔提醒要送给你，所以一定要陪我到最后哦。好，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情绪的真正来源。这边我们要先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让你感到痛苦的，其实从来都不是外面发生的那件事，而是你怎么去想那件事。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境，这样会更清楚。比如说，你今天收到了别人的批评，如果你心里想的是天哪，我被攻击了，我的价值是不是被否定了？那你的感觉可能就是痛苦、愤怒，对吧？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呢？如果你的解读变成这是一个让我成长的机会耶，这个回馈其实就只是一份数据而已，那你得到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反而会变成一种进步的动力。你看是不是很有趣？同一件事情竟然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情绪结果。其实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认知评估。听起来好像很学术，但说穿了就是你的大脑为一件事情赋予意义的过程。所以真正创造出你情绪的，并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你赋予它的那个意义。可以这么说，事情本身是中性的，是我们的大脑帮它涂上了颜色。所以你看，这就带出了一个很关键的点，真正的战场从来都不在我们外面的世界，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所有情绪上的挣扎，说到底都源自于我们内心里那段不断上演的旁白。好，既然我们知道了原来问题的根源在我们的大脑，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第2个重点了。我们要学习一个核心技能，叫做心理弹性。它也被称作是一种快速恢复的艺术。那什么是心理弹性呢？简单来说，就是当事情不顺利、不如预期的时候，你能够去调整、去转变自己观点的能力。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不是要你变成一个没有感觉的人，更不是要你去压抑、假装没事，完全不是。真正的关键在于你从情绪的冲击当中恢复的速度有多快。你看，情绪稳定的人并不是不会受伤，他们只是复原的比较快而已。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最实用的部分了。我要分享的不是那种空泛的心灵鸡汤而是一个非常具体、有心理学根据的实用模型。来，这就是你的3步骤情绪重设法。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就只有3个步骤，很好记。第一步，标记你的情绪；第2步，拆解你的信念；第3步，选择你的行为。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步，标记。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常常是想逃开或把它压下去，对吧？但这一步要我们做的正好相反，我们要做的是精准的为它命名。比方说，不要只是模糊的说，我感觉好糟，试着更精确一点，像是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被好好倾听，而且不被尊重。这听起来很简单，但你知道吗？神经科学有研究发现当你能够精准地描述你的情绪时，我们大脑里那个掌管恐惧的杏仁核，它的活动就会下降。这就像是在帮我们情绪失控的大脑温柔地踩下刹车。好，接下来是第2步，
拆解。这一步的目标就是要拆解掉我们脑中那些自动化的负面思考。你可以问自己3个非常有力的问题。第一个，我现在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还只是一个假设呢？第二个，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其他种可能，其他的解释方式？第三个，这个很有用哦。如果今天遇到这件事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怎么跟他说？我会给他什么建议？这几个问题啊，真的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我们看穿大脑自己骗自己的那些小把戏。最后第3步，选择。你知道吗？情绪稳定的关键从来都不是光靠想开了就好，而是你接下来决定怎么做。这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控制的？下一步最小可以做的一个行动是什么？这个行动不用很伟大哦，可能就只是做5个深呼吸，或者把那个很困难的对话先安排到明天再说，又或者只是为明天早上设一个提早10分钟出门的闹钟。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微小但持续的行动，它会透过所谓的神经可塑性，真正的一点一滴的去重塑你的大脑回路。当你慢慢熟悉了这个3步骤重设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一个更进阶的训练了，那就是成为一个情绪的观察者。这里有一个很多心理治疗师都会推荐的专业工具，叫做反思书写。很简单，每天只要花个5分钟，在你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今天是什么事情触发了我的情绪？当下我脑中浮现了什么样的信念？还有，对于这件事有没有一个更健康的解读方式？只要你愿意这样长期练习下来，你真的会慢慢发现，你不再是情绪的人质了。你变成那个能够站在旁边冷静地观察这一切的观察者。我想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比喻，想跟你分享。人生啊，其实很像一场即时战略游戏，对不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关会冒出什么样的挑战，但是你会发现那些真正的高手玩家，他们从来不会去抱怨说这个地图不好打，我的装备太烂。他们只会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不断升级自己的技能。而你的心智，你的思维模式，就是你在这场人生游戏中最强大的那个技能。好的，不知不觉我们就来到最后了，这就是我一开始答应要给你的一个温柔的提醒。说真的，这也是今天所有内容里面我最希望你能够记住的一点。请你一定要记得哦，你会感觉到愤怒，但你这个人并不等于愤怒。你会感觉到悲伤，但你并不等于失败。情绪它就只是一个讯号，是大脑传递给你的一个讯息而已，它绝对不是你人生的判决书。你才是那个手握方向盘的操作者。不过我们常说知道是一回事，但要真正做到，真的需要练习。所以让我们一起把今天学到的东西变成一个可以实际去执行的习惯吧。这边想给你一个本周的练习，试着每天选择一件最容易触发你情绪的事情，不管它大还是小，然后就对这件事练习我们今天学到的3步骤：标记、拆解，还有选择。那如果你觉得光是听懂还不够，你真的想要把它练起来，那我真的非常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的30天挑战。你只要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在接下来的30天，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支小小的简短的练习影片，来陪伴你把情绪稳定这件事真正的内化成你的一种习惯。你准备好要开始了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要开始30天挑战，让我们知道你加入了，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趟旅程中陪着你，支持你。请记得，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不是要去赢过整个世界，而是能够赢过自己那一次又一次快要崩溃的瞬间。很期待在练习的路上见到你喽。